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开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称叫什么呢？就叫做炒 A 股赚100万。开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什么呢？本系列将以本人股票账户进行 A 股实盘交易的方式，来达到赚取100万人民币的最终目标。请注意啊，我本人绝对不招收股票会员，我不靠炒股票或招收股票会员骗会员的钱过日子。就像我做油管频道一样，仅仅是一种兴趣爱好。我也不是股神，只是一个老股民，有20多年的炒股实战经验，理论水平很不高，历史战绩也很一般。股票炒作肯定会有赢有亏，也很有可能永远达不到赚到100万的目标。但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奋斗的过程啊，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这里我有必要进行一个风险提示：本系列所有的实盘操作，对任何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和指导。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如果有网友看了本系列的实盘视频去炒作 A 股所造成的亏损，本频道概不负责，特此声明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象频道。今天是2021年9月24号，礼拜五啊。好，现在是上午早盘9点48分现在给大家继续实盘给大家看啊。你看昨天，新疆火炬拉起来了是吧？你看吧，涨5.1的5.1%了，5个多点了。你看我昨天说吧，对吧？昨天就是缩量买进，大好机会。你看，其实它是高开的，知道吧？今天是高开的往下一单位往上一拉是吧？持有继续持有，如果有的人继续持有一点没问题。那个西非低开没关系啊，为什么？昨天开板了，收盘没有封上板，然后呢，昨天追进的人今天早盘再跑，让他跑该跑的全跑光，跑光才好这个位置跑光才好，跑光了才能后面拉起来比较健康是吧？一点没关系继续持有。看那个我的自选股又增加了几个中粮科技是吧？你看中粮科技也是非常漂亮的，你看是吧？那这个位置，中粮科技在这个位置12块04分左右这是个压力。那么我的习惯什么样呢？11块8毛2，那我就11块8毛4。我一般的你看股票预警看到吧？因为我来不及看，我叫它11块8毛4，好吧？我以11块8毛4为预警，它会通知我的。股价冲破11块8毛4，它会咕咕咕咕通知我，提醒我，那挺好是吧？那看继续看中粮科技做那个。让我看看，我印象当中它也能看染料乙醛、淀粉、柠檬酸为主导深加工企业。主营主营里面它那个主营有占百分比多的农产品及加工销售比例就98.4%。染料乙醛看到吧？染料乙醛染料乙醛这个东西可以是吧？好。续费是吧？续费昨天你看，这里买的人根本没关系，这里买的也没关系是吧？追涨停的早上有可能割肉做超短线那帮朋友们喜欢割肉出账，随便无所谓。跌了两个多点，一定没关系是吧？一定没关系。14万9200是吧？昨天收盘14万8900还是说多少是吧？没关系继续持有。那我再看看其他东西可靠股份不行，你看。可靠股份，昨天我说了，可追可不追，对吧？它是第一个板，但是你看今天不好大幅低开。像这种票，我说就是说短线你看像这种昨天第一把拉起，这里切口气，拉了2把，那么今天没有后续资金，就是那帮游资炒作就是这样，要有后续那个击鼓传花，有后续资金，今天高开让他接昨天那帮人的棒，那么还会涨。但是呢，今天这个股票没人接，就是纸业板块可靠股份是做纸业的，你看对吧？因为护理品、尿不湿之类的，没人接上去炒，那么里面的资金就很难就是持有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就今天大幅杀跌9个多点是吧？今天是平开的所以无所谓，反正看看纸业板块，我觉得青山纸业让我看看冠豪高新也不行，跌了7个多点。我看燃气板块都走得不错你看成都燃气昨天加了几个自选股今天走的都不错，是吧？昨天几个纸业的就不行，青山纸业
啊，还算涨的啊，2个多点。新生职业是表现最好的，你看高开往下打，它高开低走，缺口不知道，但是呢，你看这里过去了，这里也过去了，至少昨天追进的人啊，如果不是涨停板没有排队买到的话，昨天任何价位追进的人今天都有机会出去。像做短线，如果昨天这种情况，昨天买进，今天这种情况就是找个高点，盘中找个高点走了拉倒，走人拉倒啊。短线暂时不看好啊。但是你看啊，我昨天大通燃气是吧？说点了几个，大通燃气走的还一般般。成都燃气可以是吧？成都燃气我不是昨天说嘛，昨天缩量回调就是买进好机会，今天2个点是吧？我最争气的是我的新疆火炬是吧？5个多点了，持有胜利股份也可以是吧？佛燃能源一般般了。红头燃气也不错啊，红头燃，但是昨天走的有点那个，在长上影的那个倒吹头又有点亮的，但是今天还是5个多点，把昨天的阴线实体都吃掉，也全部吃掉了，还可以。红头燃气，再看啊，那个其他的不怎么样。我看看那个板块排行，你看又变采掘服务了，可燃冰、鸿蒙概念、云游系、绿色电力。采掘服务没什么戏了，就是有色而已啊，对吧？煤炭有色，石化油采掘是那个搞那个石油的，石化油服一个板。你看石化油服也是我的泛白颜色的，都是我的自选股，早就功课做好了。你看自选股，什么东西啊？兴业科技啊，这是我早期的自选股，你看也是突破了兴业科技，位置有点高啊。再说，我看石化油服啊，看看啊，石化油服这个采掘板块下面的准油股份也是拉板了。你看，就是石油采掘业的。你看今天是搞这个板块，准油股份是吧？8.5块这里有压力，这个量也蛮大的，这个套牢盘挺多的。这个东西呢，先列为自选股再说。财报看看，财报的话，2季度净利润是亏的，现金流1678万，主营业务利润、净资产收益率也是亏的，不行啊，这个删除。不怎么样。石化油服还可以，你看石化油服，你看不亏半年报3.69亿，赚了3.69亿，对吧？动态市盈率是高的，但是没关系，现金流是正的。你看现金流3.59亿，主营业务利润4.3亿，总营增长率是负的，负债合计负债比例、资产负债比例挺高的。净资产收益率4.97，净资产收益率还可以，对吧？所以石化油服可以的。通源石油，赚的不多啊，你看才赚1800亿，4.46亿的盘，实际流通3.97亿，一般。通源石油一般。你看前期套牢盘无数。海油工程，我为什么？向前出去对的，有时候它这个投资半年报4亿，看到吧？半年报4亿，主营业务利润正的，净资产收益率1.几，海油工程还可以啊，也是自选股，盘子有点大，实际流通你看19.89亿，将近20个亿的流通盘。等会儿啊，它为什么会有那个缺口呢？测速。现在缺口没了，对吧？你看这里这个缺口5.47到5.41这个缺口那么就是以这个缺口为5.47，好吧？如果它冲破5.47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它要突破了。你看我设置预警，股票预警5.4774，5.47，那么就可以短线。如果有人想炒短线，冲破5.47可以考虑追一把，但是呢，它早上达到5.38这个位，这个相对敏感的5.38这个8结尾的那个股价就往下打，但没关系，但总的走势它非常健康。你看一路小阴小阳，这里盘整过了，盘整过了，其实是它为了突破这个
5.19、5.2的位置，对吧？它为了突破5.19、5.2的这个位置，5.19，你看5.19、5.2，这个是5.39、5.4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什么时候呢？这里是4月份的那个压力位是吧？海油工程，其实好 OK， 中海油服收手不行，好了就那个石油采掘板块就看2个了，就看海油工程跟那个石化油服啊，石化油服，我先删掉自选股，再加入自选股就变成第一位了，你看对吧？石化油服、海油工程啊，新阳火炬、中粮科技还可以啊。今天那个军工板块都又是昨天冲了一把，今天缩量没关系，继续持有啊，继续持有。职业板块今天不行，调整也没关系啊。职业板块看，我昨天我觉得我非常看好燃气板块，但今天果然昨天缩量调整就是买进了好机会，是吧？你看大通燃气走的不好啊，大通燃气走的不好，成都燃气可以，成都燃气、红通燃气也行。中海油服拿着看看吧，中海油服怎么说呢？K 线图这种形态我不喜欢，好吧？就股同类啊，全部变成 K 线图，现在分数变 K 成按 F5 就全部变那个日 K 线了。石化油服涨停突破是吧？非常漂亮啊，涨停突破。第一目标就是这里3块3毛8，这里我看也放大，3块3毛5是吧？这个第一目标，第一压力位就是3块3毛5。第一目标就是3块3毛5啊，好吧？第一目标就是3块3毛5，它的流通盘但是流通盘大了点啊，实际流通盘28.41亿啊，大了点。那么到时候看，现在盘子过大的话，如果10亿之内还可以，超过10亿呢，有点走起来会有点慢。海油工程是19个亿、20个亿，对吧？刚才是石化油服28个亿，你看。是吧？再说啊，新疆，新疆火炬被打下来了，没关系啊，5个点5.56是吧？又被打下来了，怎么办呢？短线人都想跑，跑就跑吧。19.32没过啊，最高是19块，你看还没放量，这里没放量，拿着我还是继续拿着啊，没问题，因为它这个整个形态就是往上攻击，不断的有资金想往上攻击，我一点不担心啊。第一目标就是25、26这里，对吧？没问题。继续，刚才跌2个多点，又拉起来了，看到吧？你看最低的时候跌3个点，又拉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个好股票啊，资金买入的意愿是非常强的。石化油服要开板了，你看马上开板了。怎么说呢？想追的可以追啊，如果有钱，我是没钱，我也不想把其他股票换到这个石化油服里边，因为它的盘子有点大。28.4亿，稍微有点大啊，所以我再说啊，有钱的话可以打下来追一点，说实话，没什么问题。你看弄不好现在就马上又封上了，你看到吧？3.8万，有8000多万，那个排队买那个涨停板排队的人很多啊，你看1.5亿了啊，不说，反正中粮科技也可以的是吧？中粮科技做那个叫什么？不是可燃冰，那个叫什么？燃料乙醇的是吧？燃料乙醇的，反正你看这种票，我跟你讲，11块8毛是过了，赶紧追啊，赶紧追。说实话，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有股票的持有，没股票的，北方导航也可以的啊，做那个北斗卫星系统的是吧？但是呢，北方导航这里套路盘挺多的，9块9毛是过了再说吧。你看我的自选股里边啊。昨天几个新阳火炬啊，那个西非不说，石化油服你看刚才开板了，现在一定又刚才如果动作快的话，可以排队排进的话可以的，但是盘子稍大，20几个亿的盘子啊，我不是很喜欢买啊，因为不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利好，我这种游资炒作或者怎么样，我不是很喜欢的，因为很多涨停板都是一日游啊，就像昨天那个叫什么可靠股份是吧？昨天看看涨得挺好，啪一个大低开，那个可靠股份昨天20厘米，今天一个低开，10个点没了。如果涨停追进的人，你说难不难受是吧？所以现在有时候追高也是一门艺术，你知道吧？你看冠华高新，你看英信把昨天的涨停全吃光了，
说实话，纸业板块，怎么说呢？为什么纸业是炒作纸业的理由啊？那个它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它是期货，纸浆的期货在涨。我们看一下纸浆啊，纸浆主联，上海的纸浆主联，你看今天跌了。纸浆主联，你看在半年线的下面也不怎么样啊，是吧？也不咋地。所以今天那个昨天游资没有炒作成功，就是昨天拉起来了。我所谓的成功就是能够后面有那个接力棒啊，有其他游资接力，没有游资接力就不行，是吧？没有游资接力就不行。所以那个看啊，你看我们看现在炒股票要结合那个商品期货看，短线啊画那个化学短线，还可以 PTA 啊，这不是 PTA，短线主联 PTA。一般般了，也再来把甲醇，你看那个染料乙醇就跟甲醇差不多，你看也，昨天其实把那个上影线吃掉了，对吧？这个是商品期货啊，吃掉了，今天一个数量回档，所以甲醇的跟染料有关的都会走得不错。你看它的那个一波拉上去了，3525啊，3525股票预警，股价上涨到3525，它会提醒我了。它到那边呢，一般有两种可能，到这边上不去下来做双头，要么就是说这里一两天盘整一收突破，它一下子拉上去，一下子支上去了，再来一波狠的。来看啊，我不知道这个商品期货炒作的思路，那帮资金炒作的思路跟股票不太一样啊。菜油没什么看头，菜油也所有的大宗商品其实都看上去还可以啊，都走的还可以，我跟你讲。乙二醇，你看今天的乙二醇，拉起来了，看到吧？突破平台，所以那个中粮科技来了一波，你知道吧？但是呢，6280这里也是个压力位啊，我设为预警，6280设为预警啊，到了6280，它会那个通话时候会提醒我，会发出声音来，乙二醇铁矿不看了。铁矿有什么好看了？一波跌势是吧？中旅游，马来西亚的中旅游，我看的是我们有没有中旅游是吧 ？PP 主联也这样，豆油 ，PVC， 淀粉收。我看我昨天看的那个 LPG 呢，LPG 今天走的不咋地，但是你看它沿着5日线，或者它没有以那种强力突破的方式往上拉也没关系，但是你看它一直在5日线上面，今天又是比昨天相对缩量的，也没什么问题啊，是吧 ？LPG 这就是那个燃气嘛，所以昨天已经创了新高了5938，另外问题，它这种小阴小阳是最健康的，你知道吧？是最健康的，好吧？期货看完了，没什么好看的啊，三大指数看看。F3 上证指数走的不咋地啊，走的不咋地。上证指数，哎呦我的，你看这种叽里嘎啦的，哎呀 ，A 股指数呢也收，也不走的不怎么样。B 股也不看工业指数，我喜欢看那个，我自己的保留的是我自选股里面是那个板块指数啊，那个大盘指数啊，我也是那个F3是上海上证指数是吧？但是我除了上证指数之外，还有那个，我来找啊！我现在我的自选股里太多了。你看上证指数对吧？00001 F3，然后下面一个深圳成指399001，你看深圳成指走了，没有那种态势没有形成，上攻的态势没形成。沪深主联这是期货啊，那个股指期货是吧 ？RF999，至少跌不下去。你看这个4重底了是吧？那没问题啊，就跌不下去。A 股指数等于像是平均股价之类的啊，也还可以啦。所以现在能做到在震荡创业板，让我看看创业板长期均线之下250，那个不好啊，创业板走的不好，科创的也走的不好。中证1000还可以，但是国证2000，所以你看那个创业板跟科创板
啊，300和那个688当头的，现在走的不好，板块走的不好，是吧？就是短线暂时先别去碰它。那么现在要玩什么呢？玩那个上海主板或者深圳主板的，或者甚至是那个中小板也可以玩，是吧？就你看现在最近涨的不都是那些盘子相对小的上海主板那个跟深圳那个主板的那些盘嘛，是吧？那么就这样玩吧，好吧？那么今天就这样，今天上午啊，已经基本上看完，也就那样了，我也不会，也没什么好东西买了，我买的也就持有啊，新疆火炬呢，上午冲了像模像样的冲过一把，冲了5.61最高，现在又回到了2个点，让它去啊，持有啊，坚决持有，坚定持有，一点没问题。今天礼拜五是吧？今天收周 K 线，如果今天收盘，今天最高19块，涨停是19块7毛9。如果收盘收在19块4毛4之上的，那下周肯定是连续大阳线。如果没有收在19块4毛4之上也没问题，真的我一点不担心，就拿着看啊。你看这个周 K 线多漂亮啊，是吧？那个中航西飞，我希望它收盘收在35块8毛6之上。今天收盘那个涨停是38.46，看情况啊，不知道，一切市场说了算。我希望怎么也没用，是吧？那西飞第一个压力位，周 K 线的压力位在这里，4块8毛3，也就是在41块7毛这里啊。看啊，如果我不是说嘛，28号，今天24号，休息一个周末啊，28号，揭幕了，新娘子啊，把那个头上的红盖子歘拉掉，哇，我们的大杀器出来啊！会震惊全世界的，具体参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那个外形。我们所有的人，军迷啊、网迷啊、那个网友啊、爱国者啊，看到了，哎呀，为我们大涨志气的那个东西出来就行了啊！那个就是41块7这里啊，根本不是压力了，第一步就看47块8毛多啊，就是15年那个压力位，这个压力重重了。那套牢5年的人，该割肉的割了，但是还有人。拿的那个顶刀线上也大有人在，我跟你讲啊，最高是多少？47块8毛6这里，对吧？如果这个过了，我跟你讲，绝对到60块啊，60块绝对的啊，不知道啊，好吧？我上午的盘先录到这里，你看那个新疆火炬走软了，我看看其他的燃气板块，成都燃气、红透燃气都还可以吧。因为大盘走的不怎么样啊，反正短线资金该跑的跑，反正我今天还是打算持有啊，石化油服啊，你看你1.6亿还是封的，你看跑了两把资金了，里面你看这里跑了不少资金了，我跟你讲，石化油服你看多少7400万跑一把，你看这里都是成交量对吧？7400万，我用那个箭头吧，7415万。5368万，1300万6560几万，都是短线资金。你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哈哈，一键申购啊，那个打新股的啊，我已经申购过了，让他去。反正就这样，石化油服，那个石油采掘板块龙头就是石化油服，海油共生不行，对吧？海油共生你看，它盘子比它小，19个亿、20个亿，但是它是28个亿。它拉板了是吧？它拉板了，还突破了平台突破，为什么？这段时间进去的资金，它不认输啊，对吧？不可能说，因为便宜啊，股价相对2块8毛是便宜啊，盘子再大它顶不住它便宜是吧？那个形态非常好的，那么压力位在这里啊，3块3毛8这里，对吧？那么3块3毛5哈，是吧？看情况再说。那个下午了，现在3点04分收盘了啊，今天看一下，你看今天大盘走的不好哎。大盘跌了29个点，对吧？跌了将近30个点，50线没站稳大盘啊，所以今天一整天走的磨磨唧唧的，是吧？都不好。那么我们看自选股啊，西飞跌了1.2没问题。我们看日 K 线啊，日 K 线还可以，对吧？西飞你看1.2没问题啊，一定没问题啊。昨天拉高啊，那个涨停打开8个多点，今天跌1个多点，一定没问题。今天那个新疆火炬呢，有点那个小问题，但是问题也不大。你看今天缩量的啊，昨天缩量，今天缩量是吧？今天还早盘还拉过一波，
早盘拉到五个多点是吧？让昨天买的人啊，你们该走掉啊，赚5个点走吧，不走往下打啊，打来打去就打2个多点，你说他打不到，不敢打多，你知道吧？啊，5日线也没站稳，昨天站稳，今天破了5日线，也就那样了。你看周 K 线还可以，周 K 线走的挺好的呀，在五周线之上，对吧？就是没有过这个，没有过那个。1830没过，说实话还是不够太好啊，最好站在1830，这个涨停多少？1818，这个呢，这个最高是1830，对吧？上个礼拜如果收盘站在这个上面就好了，但是呢，怎么办呢？市场说了算，对吧？资金说了算，我们散户没办法，只能跟着市场走，它一定没走坏，所以我继续持有啊，继续持有。那个中航西飞，这是日 K 线。F8一个周 K 线多漂亮是吧？下个礼拜27号礼拜一对吧？看了啊，礼拜一会不会来一波3454加10%嘛？3块378的这样子在这里是吧？看啊，后来你会不会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那么我的自选股呢，就是收盘之前啊，我下午我没录啊，因为浪费时间 miss 对吧？我就是自己已经选了一部分了这是周线啊。你看那个，昨天我选了几个燃气板块了。水发燃气走的其实比我那个新疆火炬走的好，说白了，对吧？说实话，人家5日线也破了，但是呢，人家形态看上去还可以，对吧？10日线之上，但我那个也在10日线之上，对吧？我新疆火炬也在10日线，不关啊。水发燃气可以，成都燃气也好，成都燃气你看也在5日线10日线之间夹着，你看，红通燃气走的最强了，5日线离得远远的。是吧？没问题啊，那个燃气板块，石化油服，你看涨停板打开了啊！早上如果排队，现在套4-5个点，怎么说呢？所以这种大盘股啊，就是说这种，你看28.41亿的实际流通盘，我一直不太想去配的那个，因为现在市场啊，其实增量资金是不够的，都是存量在玩啊。为什么板块轮动那么快？一会儿稀土，一会儿那个化工，一会儿磷化工，一会儿什么这个，一会儿那个，有色，为什么资金不够啊？资金不够怎么了？只能轮动来，这个板块炒起来了，另2个板块就跌了，是吧？然后炒完然后换板块，就这样轮动炒。所以大盘股因为增量资金不够，别看每天那个成交过1万亿也没啥用，你知道吧？真正的大资金还没进场或者怎么样，银根也没有放开，是吧？所以。怎么说呢？这种票，如果最近的话呢，一般来说没什么大问题。礼拜一应该有个冲高过程，因为它，周线走的挺好的。你看它的周线还在底部，一点不用怕。我说压力位在这里，对吧？3块3毛4这里，3块3毛5，3块3毛4，这里有个压力位。这里呢，有可能下个礼拜往下沉一沉，啪再拉一波，看情况啊。如果涨停买进的啊，也一点不用怕，因为你不可能满仓买一个。我千万记住，我的风格就是，不会满仓买一个票，我经常满仓，但是我满仓买2到3个票，也不会很多，因为资金量小嘛，是吧？满仓买2-3个不同板块的，东方不亮、西发亮，是吧？不会太被动了啊。你看，那我又抓了几个呢，就是说不同板块的，太原重工、机械板块的是吧？那个装备制造的，你看这个过了，这个平台是3块3毛7，对吧？过了啊。今天收盘3块4，看到吧？这个平台就3块3毛7、3块3毛5这样子，3块4这样的过了。那么这个最高的多少？这个最高3块3毛3，对吧？3块4收盘。所以太原重工是好票，但是它也有个问题什么呢？实际流通盘大了17个亿，对吧？净利润是正的，半年报是正的1.2亿，对吧？市盈率咱别看了，动态胜率46倍，现金流还正的，还可以，对吧？净资产收益率2.5，一般般。但是呢，它在底部，你知道吧？你看它在底部，高15年在这儿啊，13块多，现在3块4，还在底部，这有个缺口啊。中长期这里是个压力位，对吧？所以我跟大家捋一遍我选的那些，但是山股动力不看了啊，太高了，有点高了啊。你看，除了装备高端装备制造，还有什么呢？就是食品饮料板块啊，蠢蠢欲动，明显有资金进来啊。你看熊猫乳品，长期的那个日 K 线长期的下降通道，它今天来一个有上影线的实体阳线，站5.95个点，分时图看，对吧？它最高拉到，它是那个创业板嘛，创业板20个点的涨停涨幅，它最高拉到12.7几，是吧？所以冲击年线没过啊，年线是半年线啊，是吧？
让我看啊，它半年线没过，60日线也没过，那这个要看看了啊。一般我买股票是站在长期均线之上的股票，长期均线是什么呢？60线、120线、半年线、250天线、年线上面的股票，然后在5日到20日之间找买点，是吧？像这种长期均线之下的票，还是暂时先看看啊。也食品饮料乳业板块，西部牧业，对吧？也是那个创业板的，它财报看看。实际流通1.23亿，对吧？半年报赚了1200万，不多。市盈率高的，现金流1370万，净资产收益率2.17，还可以。因为看净资产收益率很要紧的啊，ROE 非常要紧。马马虎虎，但是这个票我估计短期没什么大爆发力，因为前期你看套牢盘很多的，是吧？品沃食品也是一样，但是它今天拉涨停了那个20厘米是吧？拉涨停了。它品沃食品的财报看一下。净利润4400万，盘子小2800万，你看到吧？实际流通盘，动态市盈率不看了，现金流负的，但负的不多啊，说明钱不是差的很多，负50几万，那毛雨是吧？那净资产收益率4点几还可以，这种都是游资拉的。品沃食品就是说，品沃食品做食品饮料的、乳业的，它是做什么的？对吧？啤酒花啤酒概念的是吧？它做啤酒的。他说那个食品进口食品品牌运营的，反正食品饮料，乳业包含在食品饮料里面了，是吧？这个板块我估计下个礼拜会动一下。你看东鹏饮料，虽然股价有点贵，但是它是个已经有品牌了，是吧？60日线没过，60日线是在这里，对吧？207块1毛1没过202块，它今天是涨停。它那对吧？尾盘拉到涨停，一般拉尾盘涨停没什么意思。净利润6点几亿，盘子4000多万，市盈率还可以，现金流好，你看11个多亿的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看到吧 ？ROE 15.56，那可以的是吧？这里你看一个双脚成功了双底成功这里，那么今天拉涨停。你如果有人对这个票感兴趣，那么下个礼拜。冲高一波它会回落它会回落，因为它要考验那个60线的那个，这里还得磨叽几天，这里找个低单买进去，拿一波长期持有，我估计这个票会，你拿个2个月到3个月应该会有比较不错的回报，是吧？这个是品牌的东鹏饮料、体育饮料不错的，3元股份也是做乳业的，是吧？你看多漂亮，一个都突破了，对吧？这里突破，那。6块5这里，6块4毛9，6块5这里有压力位，那还有6块5到5块8毛7，还有10%几的那个空间了，还不错。因为它是，我为什么要选板块？因为个股必须要有板块的加持，然后板块的力量远远超过你个股的力量，你知道吧？板块里面有龙头、龙1、龙2，然后带头。一般我宁愿选板块的龙1、龙2，然后它会带头，涨起来比同板块的其他股票涨得多，跌起来呢跌得少，你知道吧？你看它，你看净利润半年报1.46亿是吧？那个市盈率30倍现金流2点几个亿，净资产收益 ROE 这个不好2.88，但是呢还可以。3元股份做乳品的嘛，你看乳制品那个良好品牌，河南的我记得3元股份是河南的吧？北京的优博讯我今天因为看到它拉过板了没拉18点几拉起来有个长上影，它是做软件还是做什么的？我看看智能终端服务那个做终端的 POS 机这些东西的，对吧？你看创业板那些小票，你看不亏的实际流通1.64个亿是吧？那个净利润8000多万都是0.36倍现金流差5000多万，不是很好。净资产收益率5.15还可以。因为这种高科技公司现金流总是缺钱，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华为赚钱了，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永远缺钱，我不知道他们的钱在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所以一般高科技公司我不太愿意买，就这个道理。泰林生物，你看它今天拉板了刚才接个电话泰林生物做什么？做那个生物检测的，对吧？那个有机分析仪器的生物检测的，今天也拉个板，它封住了它下午拉起来了，看拉了一波，拉了2波，封住了，当中打开，所以你看跑的人不少。它1600万的盘子，2000多万的利润，ROE 是多少？净资产收益5.97，还可以。说实话，这个票你看过头了，你知道吧？这里过头了，很要紧了。说明什么呢？说明
连拉4个大阳线的时候呢，往下打的时候呢，那部分资金没出去，然后这第二波我尝试往下拉没成功，又打下来，但是呢，第二波的低点比第一波低点高，对吧？然后这里墨迹了有多长时间啊？现在是8月份，墨迹了1个多月，今天又拉起来了，量放的也不算很大。那么这个应该还有一波啊，还有一波。但是呢，这种票怎么说呢？它创了历史新高了，它是次新股，你看创了历史新高了，可以玩，但是你没有进去，价钱也有点贵，9696，对吧？你看啊，但是它是涨停封住的。如果这种票9696，这种特殊数字的啊，如果涨停今天没封住，有上影线的是9696的，赶紧跑啊，毫不犹豫的啊。但是它涨停封住的还可以拿呢。新源科技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新选的自选股啊，智能装备研发，对吧？这个智能装备、高端装备，包括刚才那个太原重工一样，是吧？你看这也不错。我一缩小，大家就看明白了。K 线图，你看，对吧？这里过了吧？我看一下，放大1387、1397过了，对吧？也是20厘米涨停板。这是1387，今天是1397，对吧？我一缩小，大家就看明白了，对吧？过了之后的。理应看高一波，因为它涨停，拉着，早上就拉涨停板了，一波往下打，再拉一波，封得死死的，对吧？也没打开过。财报看一下，净利润3500万，市盈率不看了，现金流差1点几个亿，净资产收益率3点几，还马马虎虎。一般这种就是炒短的，你知道吧？像这种票，就是打比方今天进去了，你排队也好，封涨停板之前买进去也好。下个礼拜一啊，找个冲高点，就走人，最好再来个板，但是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它这个压力位是20块4毛4这里，不知道啊，但是就算再拉个板也不会到那边，是吧？就算14块20%嘛，2块8啊，14加2块8，16块几。那我估计如果狠的话，如果由此狠的话，再拉2个板到20块这里。做个双头，不知道啊，这种票嘛，完可以。阳电科技那漂亮吧，次新股啊，那个新的次新股，你看也是20厘米的，是吧？什么时候封的？也是早上封的，打开这里封了，后来就封的挺牢的。1900万的盘，净利润2600万，对吧？现金流都是亏的。你看这些高科技啊，都他妈缺钱，我不知道他们赚的钱哪里去了啊？净资产收益率4点几还可以。虽然说他看高一线在炒汤的预期，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那这也过了，对吧？这个是多少？这个最高点是43.8，今天是43.56，虽然没过，但是它是以涨停板的形式，可以默认为它是过了。那礼拜也是冲高，会冲多少不知道啊。这种票你反应要快，早上涨幅榜看，但是这种票呢，一般你把它列为自选股。你设个预警，打比方这里啊，这里打比方这里的高点43.06是吧？那么你就打比方右键同花顺就是股票预警，那么你股价上涨到大概43.06，确定，那么以后你就别看了，放在旁边，以后它过了43.06，它会当跳出来，一跳出来，那43.06嘛，就是涨停板这里就冲涨停板的。这几秒钟，这一瞬间没关系啊。你如果买不到，过一会儿它不是打开了吗？大把机会。你看这里，42.7、42.6、42.6几、42.7、42.64，大把的买进机会，买进又封了，对吧？那么下个礼拜大概率会来冲一波啊，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是吧？巨石化学也是我的自选股，你看这都是自选股呀。因为我怎么会知道那个巨石化？那我这里设过那个，你看这里就这里。我设过37.77，你看到吧？37.77这种看到有上影线的有那个高位这个特殊的数字啊，你看它后面就会来一波跌势，你看到吧？然后又来一波是吧？又来一波，那么这一波放量了还可以但是收盘是超过37.77的3935，它没有封过板，让我看封板了没有？没有封过板是吧？一瞬间没有18.82，那么下礼拜估计还会冲巨石化学，但是今天化工板块不好呀，化工板块磷化工跟那个什么化工全是跌得一塌糊涂了，阻燃剂塑料粒子那个跟那个 PTA 什么塑料那个那个商品期货走的还可以所以就是你功课做得好，平时这种那个预警设置好
对吧？这种预警设好3777，它一过3777，马上跳起来，那个盘中会跳出来一个东西，那个你一看，哎，你觉得想买了，突买进去，那今天就打比方你那个，对吧？3777是这里，让我看看这里，对吧？38.2这里，你看这个375、376、3772、3780几，你如果不想买不敢买，那等一会儿我往下跌，这里大把的机会买，这里横盘373买上午只要上午买进，你看下午歘，对吧？18点几个板，18.8了18.8%收盘还涨11点几，下礼拜大概率还会冲一波。那这种短线，你看我这个周 K 线我有那个黄金分割都画好了，我早就下一波那个在这里46块多，对吧？它在46.71这里有点压力，那看会不会冲，有可能冲是吧？那么那乙二醇主联，乙二醇我为什么把那个期货的那个主力和连续合约拿进来作为自选股呢？因为最近的是乙二醇那个 LGP 这些东西那个石化产品的衍生物都涨得不错。乙二醇主联其实就是那些那个中粮技术，我昨天作为自选股的那个 LPG 主联，今天日线走的不好，缩量量还不小，但是还在5日线之上。那个 LPG 主联的主力合约，哎呀，走的太好了，周线你看走多好周线，对吧？一点不担心所以燃气板块我一点不担心的。北方导航是军工股，就军工股除了我那个西飞之外我另外的自选股就是北方导航，但北方导航要把这里打掉10块钱整数位，10块钱整数位，就像这里，对吧？就这里你看9块9毛1这里呢9块7毛9、9块8，就是9块9以上10块还是10块钱整数位打掉，但肯定会来一波，到哪里我不知道。北方导航做那个导航的是吧？那个北斗导航的，还有中简科技，它是做那个蒙皮的战斗机蒙皮的中简科技不错，那个形态也不错是吧？赚9000多万那个现金流是正的净资产收益率7.59%，可以吧？基本面都是好的。我挑股票除了技术形态，基本面我很讲究的。你看它盘子实际流通8点几个亿赚钱的8000多万，对吧？现金流是正的，净资产收益率是3点几中简科技也是一样，是吧？中简科技盘子小的2点多亿的盘，那多好这种票，做了我自选股。然后还有一个中药板块中药板块我挑了3个，华润3939胃泰它后来，然后呢他又做那个国产新冠的全世界唯一的特效药清肺排头汤，他做的非常不错，那个重症全部都消灭，没有死亡，零死亡。你看这个日 K 线多好是吧？盘子3点多个亿赚净利润13个亿是吧？13个多亿，现金流10个多亿净资产收益率9点多，多好对吧？奇正上药也是，奇正上药赚9个多亿实际流通盘6000多万，对吧 ？ROE 28.8，哎呦好，这个奇正上药爽的。还有一个什么那个龙神，就是说荣发，这也是重要的，你知道吧？做那个中成药，你看是吧？龙神荣发，它就差了它等于是0利润是0，是吧？300万还好意思弄出来，那个现金流还是正的，净资产收益率就差了好多了，对吧？这个不要了这个我删了，这个跟他们差远了。中粮科技你看到吧？就是刚才那个乙二醇，中粮科技你看今天 OK 跌0点几个点，跟我无所谓，昨天涨停是吧？昨天涨停，那今天跌0点几个点，分时图一看。就是昨天涨停追进了或者怎么样，今天2个多点跑不跑往下打，你跑肯定有不少人跑了。你看它净利润7个多亿，对吧？那个市盈率44点几倍，现金流20多个亿，你看净资产收益率6点多。你们选股票基本面就这样看，很简单，结合 K 线图量价分析好了。其实炒股票挺简单，没了好吧，没了。那么今天我看一下今天我的总资产应该比昨天要少一点，没办法，因为今天2个都跌了。今天是今天的总账户资产是146665块03分，146665.03。那么比昨天少了多少钱呢？我有截图，昨天我的截图截下来，比昨天少了148942，对吧？昨天我算一下，14894214942减掉今天的，减掉1466651466665，那么我总资产今天总资产亏了2277，亏了2277块没关系，
因为这种几个点的1、2个点的那种震荡很正常，我绝对能够承受啊。我一般的承受能力是在10个点之内，10个点左右吧，不敢说之内吧，10个点左右，超过10个点我就要考虑止损了，是吧？华尔街有一句话，就是当初18世纪还19世纪，美国著名的当时的股神叫那个 Jesse Livermore 杰西啊利弗莫尔，他是专门炒短线的，他很有名，当时就赚了好像好几千万美元，还是上亿美元。18、19世纪的那个美元啊，不得了啊！那非常值钱。后来他的结局就是自杀了。他写过一本书，就是说股票作手回忆录。回忆录里面最精华的一句就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被全世界投资界传颂至今的，就是说叫做截短亏损让利润飞奔，cut loss short，let profit run。就是截短亏损，你要知道止损，你知道吧？不行，不能死扛，死扛完蛋，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跌一半全完了，你翻倍了，跌一半什么都没了，你现在会很差，你知道吧？让利润飞奔，就是说嘛，不行了就割掉，换股啊，但是要换股啊，换好的能涨的股票。所以我一般都是选强势股，对吧？能涨的股票，截断亏损让利润飞奔嘛，换强势的股票，强势的股票说明资金进入能涨啊，资金进入一涨了。人气就来了啊！各路机构啊、游资啊、散户啊、大中小户啊，全部用进去了啊！那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就这么回事，好吧？今天周末我就说到这里了，祝各位老铁们周末愉快。